一个逐渐失去信心的美国，正在面对一个重拾信心的中国，还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台湾。这是一个必须重新认识的民主。双方的承诺，中国人是信守的，美国是不信守的。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你的安慰剂，或者是你的补药，或者是你的毒药。别忘，安慰剂吃多了会变成迷幻药。福建舰正式来海试了，如果两岸关系有变的话，不排除来提前完成了。最近呢，美国对中国这边呢施加的压力强度是确实有在上升的。TikTok 跟 Tesla 在两方面互相受到对待是如此的高低温差。马斯克最近去了中国一趟，得到很多。对比来讲，TikTok 则是受到了严重的一个打压，不卖就滚，就不卖就禁。希望假如不能放下心的、勇敢的、真实的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的羡慕、嫉妒、恨不会消失，所有的怪招还是会出现，但是所有的怪招阻挡不了中国的前进和发展，你也关不起他这个门。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呢，有个震惊中外的大消息是什么呢？是福建舰正式来海试了。福建舰海试呢，大陆这边的专家就提出这个海试的时程确实是需要花上将近2年。可是呢，如果两岸关系有变的话，不排除来提前完成了。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了最近两岸关系这个错综诡谲的部分。上次我们谈两岸关系的时候，还是在讲这个马偕2会。这个之后的整个发展那马偕2会之后呢，又有国民党团的总召傅昆萁带领了这个将近20名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到大陆去访问有所谓建的这个王沪宁也就是傅王会之后两岸开始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新的变化。一方面是台湾呢，赖清德即将要上台将近520，他到底会讲什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过国民党几个重要人物的这个来访之后呢，大陆这边也开始释出一些新的善意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格局之下，到底未来两岸会怎么走？但是看两岸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最近呢，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对于中国这边呢施加的压力强度是确实有在上升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岛链的建制逐步在增强。菲律宾这边呢多了一个提风系统那有人就说跟南韩的萨德系统做互相辉映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博弈的地方。但另外呢，不管在军事上面呢，还有在什么，还有在产业上面中国制造呢达成率已经将近要90%那这后面呢所反映出来是产业的激烈竞争你可以看到 TikTok 跟 Tesla 在两方面互相受到对待是如此的高低温差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全球是一盘棋那这盘棋的最后我们用几个事情来做一个收尾，也做一个结论就说这个全球一盘棋的博弈到底在博弈什么？我认为是在博弈系统台湾只不过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台湾跟整个全球的还有一点差异是，台湾还有一些主动权可以选择，所以我们有国共跟民共的路线嘛。那为什么说全球一盘棋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就是系统，什么系统？中国制造最近2025年呢达成率达到86%，这个是香港媒体的报道新能源车的进度超前，但是光刻机的技术还没有完全实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中国的汽车出海这个是完全超前的中国原本的一个预设在5G 等等技术方面呢也逐步在实现，不过最先进的 EUV 目前产业化还在需要再发展所以看来中国设定的一些目标正在前进，而这制造了自己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冲击之下，你就会才发生在哪里，在个别产业上或个别的厂商上面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遇到一些机遇。那最近我觉得很有意思港媒做了一个对比相比起美国的 TikTok。Tesla 是幸运的，两个刚好都是 T 字开头的厂牌嘛。T 对 T， 虽然产业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他自己就解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马斯克最近去了中国一趟见了李强，本来说要去印度，然后呢，这次得到很多，比如说包括呢所谓的自动驾驶的全自动化驾驶的落地他们叫做 Full Self Drive 嘛那对比来讲 ，TikTok 则是受到了严重的一个打压不卖就滚。就不卖就禁，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所以这边就写到，全球的地缘政治紧张、安全加剧的背景上，中国没有采取闭关锁国的态度，反而是外企只要证明自己是合规的，那就事论事来展现这个原则。所以我就做了一张图我这里觉得很强对比，这是
TikTok 的总裁周受资啊，他事实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新加坡人，他英文讲的可能比中文还好，至少我在网络上很难找到他的中文访谈。然后呢，他的太太也是美国的华裔，但是问题是美国国会议员从头到尾就在核心问题就问他一句话：你到底有没有加过中国共产党？他没说啊，Sir, I'm Singaporean， 很可怜啊。但很有趣的是，马斯克跑到跟李强见面，两个相谈甚欢啊，聊得很开心啊。哇，那老师，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体系上的冲突。你看，甚至连欧盟都加进。那我们也知道，老师之前也谈过冯德莱恩嘛，他就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表嘛。哦，他也说我们不排除来借用 TikTok。所以最后，老师，这里面的中美博弈怎么来牵动全球的一个系统？第一个，希望假如不能放下心的、勇敢的、真实的面对中国的崛起，希望的羡慕、嫉妒、恨，大概不会消失。是。然后所有的怪招啊，还是会出现。但是所有的怪招阻挡不了中国的前进和发展。航天被禁，航天出来；芯片被禁 ，Meta 60，那 Pura 7出现。就这么简单，对吧？你当时用碳排放要来绑住中国，结果中国现在发展力能除碳领先全世界。你所有想封锁它的，最后他都会站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必须重新认识的民族。美国只有200年的历史，不知道怎么跟邻国相处，因为他从长大以后就是霸权。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清楚的知道他要怎么跟邻国相处。再过来，美国的政治就是这么新的所谓的三权分立所建构出来的一套理论系统。今天他已经面对问题。中国几千年来，我们所有读中国政治哲学的人，所有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所有读中国政治制度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一套治理天下、官与民的相处之道。看共产党，不要只看它叫中国共产党，必须看到它叫中国。只看到它共产党，你以为是马列的翻版，而忘了它是一个中国。西方只看到共产党，常常没有看到的是中国，所以对中国的判断常常是用他自己几百年历史长大的经验在看自己，而没有办法去从中国几千年长大的中国来看中国，而中国却用自己几千年长大的中国在看自己，在成就自己。这一点，西方必须要特别明白的。中国几千年来就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所以你封锁它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它几千年就是如此。更何况它今天也建立起了它这样的一个条件，它不是关起门来，你也关不起它这个门了。它在关什么？第二个，他们两个人的会面，你们发现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只要中美高层的会议，中国一定提醒一件事情：我们是建立在两国领袖会谈的基础上有以下的发展，然后提醒美国必须要记住自己的承诺。别忘了，美国从来不敢对中国讲，你要记住你对我们的承诺。有吗？好像没有。代表什么？代表双方的承诺，中国人是信守的，美国是不信守的。你想想看，一个信守跟不信守，两个人的交往，商战也好，人类之间的交往也好，对，谁会输？我不认为不信守的会赢，或赢得一时，绝对不会赢得最后的结果。我突然有一句话想到：人无信不立。这个是一个老祖宗的智慧。是，我追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谈美中，还是回到我们最关心的两岸问题。这样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形态，其实它不断展现它更多的中国属性。可是对民进党来讲，他能够感受到吗？我们说从国共走到民共，有办法走得过去吗？因为不管国共建立再多的信任，再多的我说可以商量的事情或善意，民共不通，那就通不了。那现在中美之间激烈的博弈，其实已经进入第2轮了嘛，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的焦虑感似乎没有办法像他所预计的这样把中国整个压下去嘛。那你就从这样的角度，你怎么看？这就一句话：所有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你的安慰剂，或者是你的补药，或者是你的毒药。别忘了，
安慰剂吃多了会变成迷幻药。这个最近美国刚刚把大麻准备要来降等，所以这个是政治大麻吗？这个是很有趣哦。好吧，我想今天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哦，把这个议题整个串起来，因为最近其实事情蛮多的。那当然这些事情背后有一个引燃的线啊，包含这两岸中美之间的关系。我自己看到的是，刚才老师这个分析嘛，所以中国这个体系的不断的发展跟壮大，尤其你对比特斯拉跟 TikTok 的命运哦。就更显得这个世界是有荒谬跟吊诡。过去的那些话语权似乎没有过去那么强力。我们上一期的这个专家讲坛就是刘碧荣老师，我们那时候来谈这个所谓3个霸权嘛，美金、美语跟美军嘛。美国的军事霸权、话语霸权、经济金融霸权，那这3个似乎都有一些松动，而这个松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具现化的物理展现，比如说军事霸权上面的松动，其实我们就看到福建舰的海事，而这样的冲击是不是会让民进党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过程？有没有办法从国共到民共？我想最后一句话，今天的世界是这样子啊，美中台啊，今天一个逐渐失去信心的美国，正在面对一个重拾信心的中国，还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台湾，这就是美中台的另外一个写照。好，我想老师这句话真的精辟啊，真的精辟。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除了台湾人民要 answer 之外，这个已经进入长期执政模式的民进党更需要 answer。政治人物要负起他的政治的责任，享受权利、享受利益的同时，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政治人物的功能是什么？你不就是要对这整个社会、对整个老百姓去负责吗？不然你做什么政治人物？你不要老是把问题又踢回给老百姓，更何况民进党甚至连公投都不愿意给老百姓，所以这是一种可笑的结果。那既然你要没收人家，你要用大法官来释宪，甚至来决定死刑，那请你负起责任。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